各位辉明书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集的节目内容主要探讨的有几个主题：人与灵相通的现象，灵感宗教和灵修宗教的差异之处，在灵修领域中会灵的概念是什么呢？在灵修的过程会发生的一些现象，又可以带给我们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儒家修行讲修心养性，开发我们的心性，让我们贴近于神，贴近于圣。而孟子开发心性，它有两个功夫：静心知性以知天，存心养性以事天。让我们马上进入节目，听听辅仁大学宗教系郑志明教授的精彩解说。慧明书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慈亚。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辅仁大学宗教系系主任郑志明郑教授来和我们谈谈灵修的过程会发生的一些现象。教授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在那个灵修的过程当中啊，那有时候像有些人他在打坐的时候，他可能会动，那个灵动，那是属于现象啊，是正常的吗？还是说这是一个可能灵修的时候的现象里面会发生的一个过程这样子？我们要先来了解什么叫灵修啊？灵修就是灵性的自我修持啊，就是开发我自己与灵相应的这种生命的体验啊。那这个与灵相应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啊？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啊。那有人当他与灵相应的时候，他可能会开启出各式各样的灵力啊。那这个大概一般我们可能称之为叫做这个神通或者神通力啊。那有些人可能有天眼通，有些人有天耳通，那有些人可能就是透过身体的灵动来感应的那个灵的存在啊。那么灵，我们从灵显的角度来讲，灵本来就在那里啊，那人可以用他各自的方法跟体验来跟灵交通，或者来跟灵这个感应啊。所以我们常讲这个灵感的方式啊，其实是非常多样的啊。那灵感主要当然从古代到现在主要有3种方式，一种就是祭祀，一种就是降神，还有一种呢就是占卜。那说明了灵无所不在，人可以透过各种管道去感应跟体会灵的存在。那同样的，当我们在做修行的时候，我们在讲修道灵修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身上的各种这个方式来体验灵真实的存在，而且感通的它，或许它可以给我们各种不同的体验或者不同的理解啊。这些其实都是人跟灵在交往沟通上的一个各种正常的现象啊。那当然我们在说，当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跟灵相应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特殊的一种形态啊？那这个真的也是因人而异的比如说灵动，或者是说会有各种这个启示啊，然后开展出比如说用语言用文字来加以沟通。那这种沟通的方式啊，其实形态也非常的多样所以并没有一种固定的方式只是在感应沟通的时候，你要理解的是，你真的是你跟你跟灵的沟通吗？还是受到其他外灵的干扰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要去特别注意的。老师，那这样子的话，他是要怎么样分辨呢？到底是人灵还是神灵？他有没有一个比较简易的方式，可以去发现是人还是鬼？这样子没有简易的方式。所谓没有简易的方式，就是你要对你自己负责，你要对灵负责，你要对自己的灵负责，你要对天地鬼神的灵负责。那么重点就是你怎么样透过你的灵来跟天地鬼神的灵能够感应相通，这比较重要。那还是要等到就是说有确定了，我们就是可能觉知力有到一定的时候，
能够判断鬼跟神的时候，我们再通吗？都不是。因为像很多人他想要通，他想要求就是神通，可是通他到底是通到的是神灵还是鬼灵？众生执着在一定要跟灵改。如果灵是无形无相的，那么你何必在乎那个灵是鬼灵还是神灵呢？而你要在乎的是你能不能回到自信的灵，然后回到灵的世界里去进行各种灵印的感通。所以可能还是要回到我说的人与灵的3种现象。第一种是这个灵显，所谓灵显就是灵本来就在那里，所以有没有你不重要，你的灵也本来在那里，你有没有开花也不重要，但是你怎么样把你的灵开启出来？如果你依旧没有灵，你只有肉体，或者你依旧是一个欲望感官做主的个体，那么你并没有把你的灵性的力量开花跟展现出来，那你依旧只是普通的人，你并没有进入到灵性的生活里，或者是与灵相通的那样的记忆里啊，那你只是一个凡夫俗子。如果你认定了你只是一个凡夫俗子，那就是 OK 了啊。怕的就是说你可能有错误的追求啊，所以我要来讲正确的人与灵的3种关系，跟错误的人与灵的3种关系。正确的人与灵的3种关系，我想灵显不要讲，主要还是讲灵改跟灵修。那现在的宗教大概也可以分2类，一种是灵感的宗教，一种是灵修的宗教。灵感的宗教主要就讲我们传统宗教民间信仰它比较着重在灵感，就是说人跟神透过感应来满足人的各种需求那灵感就是体验到这个就是那个灵，我们透过感应而可以理解到它的存在。我们也透过种种的中介者，可以帮助我们来强化人跟灵之间的感应相通也可以透过种种仪式就是透过祭祀降神占卜的方式，我们可以从世俗进入到神圣。那这个都是属于灵感灵感的宗教当然就是比较重视那个密契经验就是我们通过某一些密契的方式让我们感觉到人跟灵随时可以感应相通，也随时可以互相得到彼此的认同跟成就那另外呢一种就是灵修的宗教。灵修的宗教一般就是我们讲的儒释道儒家讲修心养性那怎么样去开发我们的心性功夫，让我们推进于神推进于圣那孟子有2个功夫了。第一个，孟子就是要开发心性他有2个功夫，一个就是静心知性以知天，就静心把你的心充分的开发出来，你就可以知道性，可以知道天，你就可以以心性通天这个是但这种功夫是程度比较好的。所以老师刚刚所谓讲的用自己的心性通天，也就是讲自性，我们讲的本灵元神通天吗？对，就是从自我的心性直接就跟天灵跟宇宙相通，所以静心知性，那就充分的开发你的心性，你就可以知天，你就可以感知体会天灵，体会天的本质跟内涵。那是不是就像老师在前几集节目所讲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讯息的话，本来就是无所不在了，只是等着我们去发现而已，就天的讯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但是问题是这样的人太少了所以第2个功夫就是存心养性以事天，存养的功夫就随时把你的心性叮咛跟叫唤出来，然后很恭敬的去侍奉天，那这就是一般的凡夫俗子而这2个功夫大概也可以相同于佛教讲的顿跟见静心知性以知天，可以说是一种顿悟的功夫就是我直接就从心性下手，然后我直接就跟天地鬼神的灵感应相通那这个是一个顿悟
所以宗教当然要讲顿悟。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存心养性，就我不断的下功夫这个也就是我们讲的灵修啦。所以什么是灵修？所谓的灵修就是不断的在心性上下功夫然后呢，我存养很重要，存就是我随时要挂念着它，还有我随时要去培养着它，还有事很重要，我对于那个天地鬼神的灵，我不敢疏忽，不敢轻视，我随时用敬仰之情来侍奉它，这就是所谓的。在佛教里面，可能就是所谓渐修的渐修其实也就是我们讲的灵修的功夫。所以所谓的灵修，看你如果智慧有慧根，那你可能用顿悟的；如果慧根不足，你就是要不断的持续而久的努力的去开发所以我们都是凡夫俗子啦，所以我们可能都是要渐修啦。那怎么渐修？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就是说我们朝着道的方向，我们努力的去开发心性，一直到死，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责任放下。那就表示说原来灵修或者修道或者修行它是我们一辈子的功夫不是你说我要，然后你用外在的形式，然后1-2天你就说我可以达到了，我的灵可以跟天地鬼神的灵合而为一，或者我们讲天地人鬼神5位一体我们可以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灵修的境界。这真的是你如果没有脚踏实地的去经常的回归你的心性，去看待你的心性，回到你的精神层次，不要做外在感官欲望的牵连，而且你经常要去对治你的恶，然后让你真正的向善。如果你缺乏这样的功夫，你就不能算是灵修者了。老师，那教授，我想要再替就是我们的观众问一个大家都很想要知道的问题就是在修行的过程中，老师刚刚有说到就是灵修嘛，那在灵修的过程当中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慧灵，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有讲到母脉什么的那就我们在灵修慧灵，它跟修行它的那个意义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个本来都是我们后面要讲的不过你既然提了，我们稍微谈一下。所谓慧灵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怎么样开发出我们内在灵的力量，而这个内在灵的力量也可能存在于天地鬼神万物之中。所以我们人与人的相遇，同时我们也可以有灵与灵的相遇。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引领灵在灵界里面能够有灵与灵的相遇？但是这个灵与灵的相遇不是着重在功利或者世俗，或者是为了你某种目的，而是真正的就是要开发你的这个内在灵的存有的体验。所以就是你要向你自身的灵，或者你要向宇宙的灵，你要真的回归。老师，那是不是就等于说，在慧灵的过程当中，不管它就是跟神灵或者是天灵来讲，我们就是取得一个连接以后，然后回来开发我们的自信嘛？那里面是不是有能量场的关联，还是？那都是方便的说法了。其实任何的理论、任何的方法，都只是在告诉你，帮助你去理解有形跟无形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好，那么我还是回到刚才讲的灵感宗教跟灵修宗教。其实我们传统宗教都是灵感宗教，所以很重视那个感应的状态所以他很重视的就是仪式的操作，然后透过仪式来达到这个各种生命的安顿所以这种宗教我们可以称之为叫法式的宗教，我们也可以称为仪式的宗教那这样的宗教，它就是直接跟灵相遇的过程中来得到满足。但是这种灵感的宗教也建立在灵修的基础上，或者是透过灵感来启发你对内在灵性的开发，跟你内在灵性的相遇。所以灵感的宗教它的目标还是
为了灵修，而灵修的宗教其实也不反对各种灵感灵修的宗教其实也可以开启我们各种灵感，而形成了各种超能力或者我们讲的特异功能。但是我们的目的不在这，所以我想要把这人与灵的这种3种正常的关系讲清楚之前，我想可能要先讲人与灵3种异常的关系。所以了解这3种异常的关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回到体悟那种3种正常的关系。好，第一种异常的关系就是我们本来应该讲这个灵显，但是一般的人不对灵的不了解，就转换成灵异什么是灵异呢？就像我们现在很喜欢讲鬼电影或者讲这个喜欢讲一些灵异事件。奇怪的是，现代人不了解灵显，就是灵在那里开显，或者是对灵有那种庄严尊重的心，却对差异在哪里呢？却对那就是我要来讲，就是却对灵异现象很好奇。所以比如说很多电视台节目都在讲灵异节目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书页是吧，慧命书页，我们这灵学文库，我们不讲灵异，我们是讲灵显。我们要引领你知道，原来就在那里的灵，不管你有没有发现，它就在那里。所以老师不认为说这是一个很玄的、很特异的事情，它是本来就是自然而然，它就存在的，只是我们人的自信有没有开发出来，然后去发现吗？灵显当作灵异，我才要讲灵异是什么？灵异就是你不相信，但是你却对这种灵的开显很感兴趣，然后你就要特别要讲这些怪力乱神。其实孔子子不耶怪力乱神。为什么孔子不耶怪力乱神？他怕怪力乱神影响到你对原来那个神圣存在的领悟，而执着在那些特殊现象里面现在的人特别喜欢看灵异节目，所以灵异节目有收视率，可能很多人都一窝蜂的要拍灵异节目，但是没有人像我们一样，我们要拍的是灵显的节目。我们不是要引发大家不相信宗教，却对宗教的各种特殊的内涵感兴趣所以有一些什么拍鬼屋的节目邀请我去，我绝对不去。鬼屋有什么好讲的呢？那只是你不了解灵的世界，而又对灵的世界特别好奇。对啊，可是大家对于鬼那些就很好奇，老师究竟那鬼那这就是灵显现象的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叫错字或者是异化，就是摆错位置了。我们人跟灵，我们要的是灵显，而不是灵异。但是一般人完全没有跟对灵的尊重或者一般人没有这种灵的知识，而停留在很好奇。这个是现代人我在说现代人跟我阿嬷不一样，我阿嬷不会搞灵异是不是？我阿嬷很脚踏实地的去灵感是不是？但现代人他就好奇嘛，为什么要好奇？如果灵本来就在那里，你干嘛要好奇我们在讲灵感就像我阿嬷是灵感，但是现在的人都是灵验，到庙里去请神问事都是一定要灵不灵、验不验然后一定要满足他的需求，不满足他的需求还要准。你这个准，我才大家一窝蜂的去，没有错。灵感会带来灵验，我们不反对灵验，但是我们到庙里去参加各种宗教活动，我们是相信灵的存在，而且我们也相信灵感，我们也相信神真的会来救苦救难。因为我信仰，所以我来祈求跟灵感应相通至于通的结果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那个通的心态中，我已经得到满足了。但是不一样了，现代人的满足是一定要灵验才满足所以有一些以前大家的流行的时候有些人去求名牌共估了以后，就把神明断头断脚拔胡子，这个完全就是灵验心态为什么神明
不出名牌给你，你就这么对待神明，这是什么态度啊？灵验心态啊！我们不反对灵感会带来灵验，但是我们追求的是灵感，而不是灵验，所以是为灵感，而不是为灵验。但是现代人是为灵验而灵验。那教授，那我现在再请教您哦，像那白沙屯啊，就是白沙屯妈祖绕境，我们现在很多台湾的什么消妈咒啊，就妈祖绕境，那是对于妈祖，比如说几十万人愿意去绕境，那就是因为他相信在那样的绕境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得到这个妈祖灵感的庇佑，所以他是基于信仰而去参与绕境，这个是真有信仰的人，这也就是灵感的人至于灵不灵验，他去绕境了以后得到什么好处，那各自解读各自祈求这个透过与灵相交的过程中，我可以得到生命的终极安顿至于灵验就已经不在乎了啦。但是一般人不是这样没有错。当你灵修的时候，会泛之而来的各种特殊能力的展现。这个神通是一个附带产品，就像灵验是灵感的附带产品。就是说，当你全心全意的去跟神灵感以后，那背后他可能你得到了很多的喜悦，你真的相信神来扶持你，你也真的后续你在人生上也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那这个是附带的，不是主要的目的。主要的目的还是灵感。那灵验是附带的产品，结果现在把附带的产品变成主要的目的，而主要的目的不见了。同样的，当你真的开发你生命，当你真正的与你的灵相遇的时候，那么我们相信与灵相遇的以后各种通必然的嘛，所以神通灵通是必然的嘛。那个相遇还不通，那就不用相遇了嘛。所以灵通是可以相遇的，但是你来修你的灵，你要达到的是你要跟灵一样的境界，而不是为了这些产品，这些可以称为这个灵修的这个副产品。你不是为了这个副产品，但是现代人不一样现代人是不重视那个灵修的那个终极目的，而却去要求能不能有利益，什么利益？这个特异功能、灵感或者种种的利益让它能够显化这些利益，这个就使得你把原来这个以灵修为主的这样的变成了就是以神通为主，那这个就是异化。就像其实佛教也一直在讲六神通种种，但是佛教劝人家修行，不是为神通而修行，是为修行而修行。但是现代的人，真的他对灵究竟了解多少？他究竟是真的希望跟灵相遇、相知、相感，他才去修行，还是他是为了这个神通，他才去修行？所以一旦他修行不显神通，他会继续修行下去吗？好像也不会所以老师，那我们人就是说，赵教授刚刚所讲的，就是我们人跟我们就是还有一个本灵元神存在咯，跟自己的自信本灵元神相遇。不是你这么简单应该这么说了，这还是属于圣跟俗啦。其实我们活着，我们本来就有圣跟俗。圣表现的宗教性，俗表现的社会性。那我们人当然我们有追求神圣，我们同时也追求世俗。那我们要追求神圣的时候，我们就要摆脱世俗，成就神圣。但是很多人是依旧停留在世俗而渴望神圣，所以刚才讲的那种三种异化的情境，是实际上是这种人还活在俗不可耐的情境里面，他根本就没有把俗转化成圣，而是他企图活在俗里面，而企图把这些圣纳入在他的俗的生活里这样的一种纳入，实际上就是一种异化，就是
是不是把原来的目的不见了，然后停留在他个人世俗的欲望里面？所以灵显变成灵异，那是因为人们不了解宗教，而在世俗中去好奇，有什么好好奇的？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嘛，灵本来就在那里嘛，你为什么要好奇呢？第二个，把灵感变成灵业，那就太功利了吧？是，你追求灵是为了功利吗？那么同样的，你把灵修变成了灵通神通，那你就灵修的本质不见了嘛，往圣的发展不见了嘛，你只是落在世俗的，想要展现特异功能，想要展现特殊现象，或者说我一定要有特殊体验，那都是一种你在世俗化中的一种异化的心情跟异化的态度。那你这样是真正的修行吗？如果你不是真的回到灵的本质跟意义上，你落在世俗的种种的情境去重新解读灵，你永远不了解灵。是，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非常谢谢郑教授来为我们在灵修方面做很精辟的解说。我们下次见喽，拜拜。由郑教授在节目当中的精辟解说里，我们可以知道灵修就是灵性的自我修持。灵修的过程中要注意自己是否跟神灵沟通，还是有其他干扰。那么慧灵就是我们怎么开发出我们内在灵的力量，而这个内在灵的力量可能存在于天地神万物之中，但这个灵与灵的相遇不是着重在于功利或者世俗或者是某种目的，而是真正开发内在灵的纯有体验。所以就是要向自身的灵，或者要向宇宙的灵真正回归。孟子开发心性的2个功夫，第一个静心知性以知天，静心把心充分的开发出来，就可以以心性通天。第二个功夫就是存心养性以事天，存养的功夫随时把心性叮咛跟召唤出来，然后很恭敬的去侍奉天。而这2个功夫大概也可以相同于佛教讲的顿跟渐。静心知性以知天可以说是一种顿悟的功夫，直接就从心性下手，直接就跟天地鬼神的灵感应相通。宗教讲顿悟，第二个存心养性，不断的下功夫，这就是我们要的灵修。什么是灵修？所谓的灵修就是不断的在心性上下功夫。感恩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按赞、订阅、分享。